Look at how deep the Deer Tunnel is. Okay, so in front of us, that's the vessel designed by Heatherwick. 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纽约的新地标，是一家比较有名的英国建筑师合伙设计的一个东西。之前其实有很多绯闻，它也关了一段时间，好像就是在疫情期间它刚开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这里跳楼跳了好几个以后，他就把这里给关了，关闭了好一段时间。Okay, let's go to the next one. So this is the shed designed by New York-based architects. 和大家说一下这个 shed 吧 ，shed 就是一个纽约也是比较有名的建筑师叫 DSR 他们设计的。这个楼可能也就2019年还2020年的时候完工了，但它这为什么叫 shed 呢？就是它有2个方式打开这个房子，现在它是处于关上的状态，但是呢，一年它有6次，它必须得把这个后面这个盆推开来，推到前面去。现在它应该是以一个博物馆的方式来进行对外开放。它如果把这个打开以后，那它就会变成一个音乐厅或者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比较适合。根据纽约的法律，它好像是每年需要拉进拉出6次，所以这个房子在建筑界好像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因为它既可以是一个艺术馆、博物馆，但它同时也可以变成一个开演唱会的地方或者音乐厅，所以还是挺新的一个设计。看一看前面这个 shed， 你看我们把它放大一点，它这有一个轮子，这个轮子呢就是让这个房子打开用的。等会可以看一下轮子前面有个轨道，所以说这个白色的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往外拉出来的。我们去看一下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巨大的一个轮子，它下面就是有一个排水沟和这2个特色的就是它的轨道，巨大的轨道。看这个轮子可大了，这个轮子可能有个1.6米左右。前面就是纽约的那个 High Line 的开始的地方 ，High Line 就是我们可能说高地公园吧。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纽约新的游客喜欢来这里打卡的。这里本来呢是一条纽约的高架铁路或者高架地铁改成的。我们往前看一下。它森亚本来就是停纽约地铁或者火车的地方，你看前面有很多纽约的地铁停放在那儿。之前这个整个 yard 呢，整个停放的地方很大，现在我们只看到了一部分，因为后面的停火车的地方已经被新的建筑给盖过了。所以说你看他们前面还是有很多桥墩啊，一些结构在前面。所以这一块地方呢，可能是前几年或者前10年开始重新开发的，还有一部分并没有开发完毕。高地公园前面还是正在改造的状态。这个就是示意图，它会从这个地方继续延续到前面。Currently closed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公园其实它保留了很多之前的结构，我们就可以往下看，这是之前火车高架的原始的结构，它还是比较完美的保留了下来。我们现在看见这里呢，就是之前这里本来有铁轨，这个公园还是把这一些细节都保留了下来。看，这是铁轨，这个上面的钉子都是在这儿。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很搞笑的东西，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用来搬道的，还是一个什么闸？其实它有一些设计还是让我们其实可以亲手的用一下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搬到后面，还是挺好玩的。这还会转一下。可能红和绿是指2条不同的轨道吧。后面想给大家看一下，教科书上有挺多关于这个案例，其实就是一个阶梯式的楼梯，很多游客都可以坐在这儿观赏那里的风景。我们往前走过去看一看，这里就是教科书上说的很多的一个阶梯式的观景台，前面的风景确实不错，可以看见纽约的高 Hudson Yard， 就是我们刚才走过来的地方的一些高楼，然后最高那个有三角形的是有一个观景台，它叫 The Edge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高地公园上走。这一个区域经过的老房子会比较多一点，等会儿会有很多摩天大楼、很高级的房子在我们的两侧，所以我们往前看一看。这些可能就是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古建筑，如今呢还是住了一些人在里面，包括前面的这个也是有可能历史也有上百年了吧。但是呢，它老的楼边上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楼，就可能这一栋或者那一栋，因为这个地段越来越繁华了，还有很多游客也喜欢打卡这个地方。对，高地公园呢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历史。这可能是2010几年的时候，当时纽约市人家就觉得就是说要不要把这个给拆掉。但是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觉得要把这个保留下来，包括搞景观啊、搞建筑的、搞城市规划的，都觉得这是纽约的一部分历史。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想，它其实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因为你看前面这个绿化做得多好，那不管是本地的人或者游客在这里走一走，都会感觉你在纽约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因为它是在一个高架上，所以就感觉挺不错的。现在我们就走到了一个楼里，因为它这一个高架铁路已经废弃了很多年，所以有时候它周围已经建成了别的房子。我可以往下面看一看，可以看见虽然这里已经建成了一栋新的楼，但是它这里的铁轨依然还在，我们可以依然延伸到这个地方。这里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之前我所说的铁轨，可能要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它已经和周围的环境、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这个公园的最后一段路，或者基本上已经走到底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，我们从上面这个绿色的一直走到了这儿，这个楼梯就可以下去。这里呢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 Whitney Museum 一个博物馆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买票进去看一下，挺不错的博物馆。楼梯就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开始的地方或者结束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就是 Highline 的起点或者终点。这期视频也就做完了，我们下次见。